好，那么民进党发动大罢免，现在有35个都过一阶了哈。那因为35-0，所以国民党基层就很紧张。但是呢，我当时预测不会0了，最后不会0哈，大概最少5、6个、6、7个，可能高了会到10个罢免民进党委员哈。那因为国民党那个启动比较慢嘛，比较被动嘛，因为罢免本来就民进党发动的、啊，那柯建铭说是国民党发动，乱讲一通啊！柯建铭有没有空口说白话哈？柯建铭自己不是说吗？有矛盾，说去年2月他们就开始跟赖清德啊、跟周润发商量要怎么罢免了嘛。所以什么是国民党发动？国民党是被动了哈。那朱立伦说呢，要团结啊，20号前呢，全台湾要办100场政策说明会，那一场一场办啊。那当然就说徐小新有点紧张的原因，是因为 TBS 做的民调哈，因为有些媒体的标题做错了啊，是说57%赞成罢免，徐小新不是的，是说你会去投票人有多少哦？会去投票 ，TBS 做是61%了，61%人说我要去投票，但是不可能了啊，因为你平常如果没有总统什么这些选举带动，立委真的选举，那就60%就不错了哦，所以61%里面的这个61%去的人57%，不是全部选民的57%啊。所以呢，问题在哪里呢？因为这个跟 TBS 问的第一个问题一样，第一个问题说你赞不赞成2阶，会不会去投2阶？34%受惠，那61%乘51%就35%多嘛。所以 TBS 的调查跟他说你要不要去，因为要去投2阶的，基本上一定是民进党，没有国民党。国民党现在为难在哪里啊？国民党因为一直在宣导说罢免是不合理的，是不合理啊，反民主啊，那你为什么罢免呢？你说以罢止罢，以战止战，这个道理绕着弯讲哦，很多选民是听不懂。所以国民党很多支持就是我反对罢免，我就不去投票嘛。哦，所以 TBS 问是你如果要去投票的人，你多少赞成罢徐小新？哦，那国民党一般都是后知后觉的，到最后一直到最后阶段也许动员，那到最后了。现在这个阶段大家觉得，那你们都反罢，那我干嘛去罢呢？我也讨厌罢免，我支持你，我就不罢啊。哦，那所以57%是要去投票的人57%，但是因为现阶段很多人不去投票，但是到时候会不会就出来呢？我认为如果好好宣导，让鼓励男人出来，到最后可能是会的了哈。所以徐小新一看的时候差点昏倒，所以徐小新关键是要出门投票，因为很多人说我支持你，我反对罢免，说我不去投了，他认为说不去投就支持你，他不是的。对了，本来是，但是当民进党因为现在门槛很低嘛，就25%，当民进党要罢免你过25%的时候，那你当然要去投票，就比这个谁的票多了哈。所以呢，徐小新说他会继续啊这个。来这个鼓励大家出来啊，然后呢会加倍努力啊。那另外呢，这个徐小新也说了，到第3阶段才会催出罢免的不同意票。现在因为现在比较热情都是民进党要罢你，当然比较热情了。那被罢的比较被动嘛，一定是这样子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警讯呢，好还不好很难讲。有人说这会打击蓝军士，有人说这样蓝军会紧张啊。哦，那。台北市党部国民党的主委叫黄吕锦如，他说呢，接近投票的时候呢，才会有大型的造势啊，所以一步步来，不紧张哦。因为呢，柯建铭不是7月本来他们想说823跟公投一起的，那公投什么时候办？中选这个罢免什么办？是中选会决定啊，对不对？所以呢，可能到了这个7月，他说就已经柯建铭说7月就罢免投票了，干嘛等到8月？所以可能跟公投不会放在一起哈。所以呢，这个黄丽锦如说呢，到了最后，这个邻里都会出动，所以呢，等于是打选战了啦，哦，等于打选战了。所以本来国民党很多人很怕打那个全面战，但现在也有人说，那就干脆，那因为现在是国民党35个可能通过1阶，有人说全部会通过2阶，有人说20几个会通过2阶，但你国民党罢民进党就通过1阶，可能就是10个。然后通过2阶可能更少更困难，那民进党委员就可以好整以暇，看你国民党委员被罢，他甚至可以把中南部的这个资源、南部的资源拉过来啊，集中啊。所以有些人说干脆倒阁，然后这个全面改选。但是民进党原来是希望倒阁，你们倒啊，你们是不全面改选呢？但现在听说国民党要全面改选哦，民进党就说那我们干嘛要全面改选？罢免就好了，干嘛要全面改选呢？啊，洪维。
我先讲一下，因为刚才这个吴峥发言人也讲了一些，就说因为昨天民进党有个正式的大动作，而且是由赖清德主席他那个关张大大的，也就是要动员全部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来做参与整个的联署罢免啊。赖总统在春节的时候还说要朝野和谐，好社会团结。我觉得赖总统恐怕他今天忘记，他事实上是应该是一个全民的总统，但是作为转头，你作为民进党的主席，这边讲大家要朝野和谐，转头就开始罢免你这些在野党的立委，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认知错乱了。所以这件事情呢，也足以印证当时柯总召，很多人都说柯总召你是不是老黄灯啊，你都乱讲话啊，这个主席不会站到第一线啊？哦，没有哦。这个柯总召是完全，他不是料事如神，他是完全在这局里面一步一步的铺陈，也就是民进党不演了，非常正式的宣告，他们事实上是全力的来推动这场的大罢免，而这场大罢免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这当然是民进党这个他们首先去发动的。那至于就说那个巧芯的那个民调哈，我要讲就说，因为罢免，其实我们很多的委员，大家选举可能都很有经验哈，但是面对罢免，大家可能都是头一遭。那罢免跟这个一般的选举不大一样，尤其立委的选举，因为它绑大选嘛，绑的是总统的大选，所以呢，它一定有比较高的投票率。那罢免的部分，第一个，自己候选人并不是很熟悉。第二个，你的选民更不熟悉了。好，这个罢免到底要不要投票啊，还是要联署啊，等等之类的。那所以在这过程里面，一些风吹草动，难免就会影响大家一些支持者的这个，不管是士气也好啦，或者大家的危机意识。所以当前2天这个 TVBS 的民调出来之后确实我们的很多支持者非常担心。像赖士葆委员就说，他的服务处立刻就有很多支持者跑来他其实他的选区不是巧芯的选区，那他的支持者就非常担心说这怎么办？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支持者的焦虑。那我们确实一直在面临很多支持者说，在罢免的过程，他知道大罢免，我想现在应该有90%的人都知道有罢免这件事情，但是他不晓得要怎么帮你。我们现在我们的服务处啦，我们办公室还是会有不停的打电话，或者来询问我，或询问我的助理说，我要支持你，但是我该怎么支持你？我前2天去跑一个行程，其实这个是真的是绝对的例子。那我坐下来之后呢，旁边其实我也不晓得他是我选，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是中山区的，他说王惠，我支持你啦，我跟你讲啊，这个大罢免绝对不能把你罢掉，我绝对不会去投票的。那我听，我想说，快昏倒！你不投票，我真的也是差点昏倒。我说你不投票，我就被罢掉了呢。他说什么？那罢免我不要投就好啦。我说不是那因为我早就设定我会进入3阶，所以呢，我已经有进入3阶，一定会有这个投票的打算。所以我说投票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出来投票，而且你要投不同意。他说真的。我说回去告诉你的家人、亲戚、朋友，所有中山区朋友，到时候一定。他说真的。他说我还不知道，我本来是说根本不要管他。不要去投这样子所以确实我们当时在整个的宣传里面，我们本来是比较属于一些就是我们的主张而且也确实因为民进党开了很多战场，比如说像刚才总预算，那总预算的谣言实在是太多。我刚才讲的洪申翰呢是昨天，今天在立法院教育部门质询我们就是应该是罗廷委员去质询的，他就柯志恩委员质询。他就问张廖万坚，因为前一阵子不是那个何欣纯委员吗？民进党何欣纯，还有什么林俊宪啦，还有郭玉琴委员，然后在他们这个地方宣讲的时候说这个蓝绿蓝白乱删预算，那些的孩子要出国留学补助通通没有了啦。他想说，我们很多的委员说，我们到底哪有删这笔预算呢？完全没有的事。无中生有的事，又是造谣的事情，然后呢，在网络上就不停的流传。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有很多委员就直接问教育部，请问一下这笔预算有没有删除？然后张廖万坚说没有，这个是一个假讯息。好，所以
每一天都在上演这样的戏码，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战场，我们要去一一的去应付。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到时候我们去宣讲，好，就是现在党部现在也在规划地方的宣讲。那当然宣讲里面包括就是面对罢免，我们的支持者拜托要帮助我们什么？哈，就是到第3届你一定要出来投票。那另外呢，就是2个公投的议题，一个是反废死，另外一个是反戒严，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宣讲活动，我们也会动起来。好吧，这个巧芯到底情况怎么样呢？那我们看一下。无论这样子的一个反罢免的战役是多么的艰难，都是还是秉持着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心情。无论多艰辛，都要逆风前行。因为根据 TVBS 罢免民调，在国民党立委徐巧芯选区，愿意投票的民众里，57%表示会投下同意。支持徐巧芯，干嘛去投罢免？到昨天为止，都还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我差点昏倒。我知道费鸿泰委员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示，他反对大罢免。不让罢免团体为所欲为被视为指标选区立委徐巧芯号召党内大团结，国民党中央也首度针对个别委员公布民调，强调在他所属的台北第7选区反对罢免的民众超过47%，与不同意的有12个百分点的差距。为民众打拼的立法委员都获得最强力的支持。要当立委最强后盾，国民党中央近日也拟定反罢免作战企划书，近90页的内容，包括地方动员、反废死公投与总预算说明。此外，还特别以反贪腐集权圣战为名，主张还财于民。各地都有相关的政策说明会，不管是反戒严、反废死，我们都会全力的提供论述。团结抗敌，罢免就不足为惧。谢谢。好，经济部长郭志辉本来是到菲律宾去买绿电的哈，他昨天又说要到现场去勘察了哈。那经济部原来说呢，绿电光那个船运的成本叫5.5块1度啊，后来郭志辉大概我想大概内部有生气了啊，所以就说经济部又说是1度4块。那这个赖士宝他们是说呢，菲律宾整个加起来成本1度要9块，那么贵，核电才1块多。哦，然后呢，风电啊等等哈，大概是去买民间的，也许5块6块，你到菲律宾买9块，哦，所以呢，他们就骂郭志辉说，只有下台才能挽救台电。本来郭志辉当时用他当经济部长的时候，业界都有很高的期望了，他业界出身应该了解业界的需要。哦，他之前也说应该要用核电，一当了经济部长以后，位置变了，屁股决定脑袋，哦，就整个人的讲法都变了，就想练展。哇，就当部长好爽啊，不想走啊，所以就讲话都变了啊。那但是他又说4月呢，大家都担心水电可能会双涨。郭志辉说：“我不是涨价部长啊，那你什么？”他说呢：“我也不是水电部长啊，我经济部管的不止这个啊。那另外呢，台电为什么大亏了4200亿呢？”郭志辉说：“是你们动涨我们才造成的，你让我们涨价的话，我们就不会亏了哦。而且呢，电价调整我完全同意啊，当然应该调啊。”那另外呢，这个林柏峰了哈，林柏峰就说呢，说光电跟风电太烧钱太贵了嘛啊，所以呢台电亏损就要用光电跟风电，所以应该重启核电。做生意的我也不相信郭志辉不懂，都知道了，只是当了官就要说假话，当了官你说真话你就当不了那个官了，哦，就变成这样子吗？郭志辉不知道吗？不知道核电多少钱吗？不知道风电多少钱？不知道太阳能多少钱？不知道天然气多少钱？不知道菲律宾多少钱吗？通通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不知道他做什么生意啊？生意早就做垮了，但不能讲真话嘛。哦，所以呢，只能说，哎呀，这个也不是这个因为核电啊，不是因为这个原料的问题啊，哦，是因为你们动我涨啊，不让我涨价，所以我就亏损嘛。让我涨价，我还赚钱了。不知道吗？立法院什么补助1些亿，如果补助3000亿，我就可以说有盈余了，不是这样吗？好，我们看一下。好嘛，那你一定知道台电的原因是什么嘛？对不对？就是动涨造成。是啊，您刚才回答是你是经济部长嘛？我不是涨价部长。你不是涨价部长，所以你务必也不是水电部长。我们基本上的原则对工业电价来讲，就是不能够高于我们的竞争对手国。好吧，
这个他不是涨价店长，也不是水电部长涨价部长。他说呢，核电就算再运转，能不能让台电赚钱，还要进一步评估。这也不知道，你还要评估什么？你的核2、核3甚至核1都折旧完毕了，你就发1度就赚1度的钱，你要评估什么东西？当然它就要有新的设备啊，需要有一些这个更新，一定这是当然的。但是因为它之前的成本都已经摊提完了嘛，所以当然是赚钱。你做生意不懂这点，做什么生意？就假装不懂，不是不懂的啦。哦，来江龙，因为电力我们谈非常久了，那有关于台湾的电力结构，什么样的电力结构对台湾呢是最合理的？我觉得最少到最近，那不只是童子贤，尤其是在整个的国际社会当中，当 AI 的发展，尤其是台湾作为科技岛 ，AI 的用电会比原来用电起码会多30%，这是可以预期得到的。所以对于将来，就是合理、稳定、便宜的电力从哪里来？我觉得最少到了这一刻。民进党里面那个反核的声音几乎快不见，这个是一个好的发展。虽然呢，没有几个人敢出来正面描述核能，可是起码那种疯狂的反核的声音不见了。赖清德或者是民进党也不再呢会唱那种的我是人我反核的那个调子。我说了，民进党经常会用这种非常煽情的方式，用催眠的方式，把老百姓呢带进了一个死胡同里面。事后呢，这些老百姓呢会为了这些事情而付出来代价，但是很少人会回过去追究说谁把我们带进这个死胡同里头。郭志辉跟童子贤都是来自于科技业，两个人呢都是科技业的大老板出身。郭志辉现在作为经济部长，我觉得当你是一个科技背景的时候，那就保持就事论事就好了。台湾起码非常清楚的知道煤是一定要淘汰的，所以台湾的问题不是非核，而是非煤。你没有办法非煤，而你却走上非核的道路，所以煤的比例呢一直都很高。煤除了呢会造成了大量的空污啊、肺癌啊等等这些慢性病之外，你同样的，你即使是在碳排的部分，连天然气都是不合格的。全世界只有绿能以及准绿能、绿电以及可以当做绿电的核电这两种电，所以台湾如何在电力配置当中以核养绿？核能呢不只是养绿，而且未来它一定呢会在基载电力当中跟绿能搭配，成为呢主要的发电形式。前面几集我已经花时间的讲过了，就全世界现在的欧洲国家，甚至于呢亚洲国家，日本、韩国，韩国是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它在去年的时候呢，它的核电比例呢占它总发电的32%，韩国是庆祝的。我们现在的核电呢，现在6%还在往后面退，趁着呢还没有付出更大代价以前的时候，诚恳一点的去反省台湾的电力配置的问题。至于郭志辉之前呢，在谈到呢菲律宾的绿电问题，我不晓得，其实这个在今天的时代来讲，要了解菲律宾的电力呢，应该不难。菲律宾有7000多个岛屿。比如最近我们在谈到的明达纳尔，你知道明达纳尔有70%的住户家庭部门还没有电力。菲律宾的电力是这样的，吕宋岛是它的核心区域。你在吕宋岛，你到马尼拉，你看起来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可是，在马尼拉的周围，光是3月大停电多少次？你网络上面大概的，你只要查菲律宾的，你都可以查到3月吕宋岛、马尼拉正在受到大停电的痛苦。而你要去跟他买绿电，他自己电都不够用了，他的电力的基础设施，要不是他现在跟中国的关系搞糟了，中国原来在菲律宾搞的基建，最主要就是把电力系统搞好，结果你要去跟他买绿电，有没有病啊？就是你起码你在提出一些呢替代方案的时候，不需要每件事情事必躬亲去现场看，你网路你都可以查得到。把菲律宾的驻菲律宾的大使叫回来问一问呢，你也可以问得到菲律宾哪有电可以卖给你，还绿电呢？不只是价钱的问题，而是品质的问题。你们谁去过明达纳尔？没有，我没去过。去过印尼，我去过。那边呢，因为叛军很多了，我去那边看一个镍矿，
镍矿的这个它叫 NONOC 镍矿的那个机器设备了哈，船搞到一半呢，船坏了停了，我就想不知道抛到哪里去，后来还好修好了去了哈。基本上就是刚讲，你要去买菲律宾的店，菲律宾的5星级饭店里面都还放了蜡烛哎，对呀，所以万一你没有电的话，你点个蜡烛吧，哦，就跟他买，这很好笑了啊。来，振宇。其实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呢，我还是要再谴责一次郭志辉哦，作为一个部长哦，然后频频失言。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之前呢用蒙古症来去形容英特尔这件事情？我想要呼应一下，因为明天刚好3月21是世界唐氏症日，所以今天郭志辉特别又去看了特展，然后再去跟唐氏症的基金会，然后跟唐氏症来去道歉。那你可以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哦，郭志辉部长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适任的经济部长？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需要来去审视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想要沿用今天立法院的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特别举办了一个公听会，就是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办法的修法公听会。那其中呢，今天的清大教授就特别的表示清大的叶宗光教授他说，核2、核3如果4台机组延役后，台电有望可以再赚600亿。光这件事情，不好意思，经济部长。光这件事情，你难道就没有办法再去重新审视我们整个能源政策吗？那我觉得，其实之前呢，叶教授他特别讲到的是，非核家园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开始调整成非碳家园？我们还要持续的用废发电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整个民进党政府你们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国际的能源政策每一个国家都在调整，但是台湾还是拿着这个非核家园的这个神主牌，难道台湾真的没有办法跟上世界吗？我觉得在这件事情要好好去思考。如果今天核2、核3延役之后，它可以替台电去赚进600亿这件事情，你就不会去怪说，我们现在补助不够啊，等等的，因为你的政策方向是错的。所以我觉得，郭志辉部长，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思考，你不是涨价的部长，然后你也不是水电部长，那你就好好认真做一个经济部长，好好的为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以及条件，还有对的能源政策来去思考。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蔡英文呢跟苏贞昌夫妇一起去爬山，蔡英文是要看一看一起改变了台湾，现在改变台湾现在变成什么样？另外呢，他们就说，蔡英文、苏贞昌是不是？因为当时苏贞昌、蔡英文的行政院长之前他们处得很不好了，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当行政院副院长。苏贞昌当行政院长，蔡英文当行政院副院长，处得非常不好，势同水火。但是后来蔡英文没办法当总统了，就找苏贞昌做行政院长。那而且做了4年，做很久。他们现在在一起说，是不是你们要结盟抵抗赖清德？那英系呢说想太多了啦，那要谁抵抗谁啊？那另外呢，这个苏贞昌因为苏巧慧要选嘛，所以苏贞昌呢就带苏巧慧跑行程，而且呢在金山去插秧说有一个叫做呢滨航宾士的企业支持友善耕作，所以他们就耕作农田。所以呢，平常努力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啊，这是胡适的讲的了。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啊。然后呢，苏巧慧呢说，对，将来苏贞昌会带跑我的行程，帮我顾庄，他当过台北县长嘛，所以呢，当过行政院长，所以他基层关系还不错。而且未来你们就多多捕捉野生的苏贞昌吧，苏院长嘛，因为常常会看到他到处帮我这个跑来跑去啊。那另外呢，台南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呢被搜索，检察官搜索5个人被带走，说因为呢有死人去联署那谢龙介赶快立刻就发表3点声明，正面迎战因为他是这个台南市党部主委吧，因为都是义务的啦，不拿薪水，自己还要付钱他说第一个呢，他说就是依法办理嘛。第二个呢，民进党是府院党然后加上检调然后呢这个施各种压力那你民进党就没有这个乱联署的嘛，都是国民党吗？为什么不查民进党呢？那另外呢，就是国际局势变化这么大，川普这样这个搞了国际这样扰攘不安，你民进党的这个重点不放在国际，不放在两岸，你放在罢免，你什么意思啊？看一下。蔡英文卸任后，时不时带着爱犬登山健行，不过这一次的阳明山多了苏贞昌夫妇来作伴。
一群人浩浩荡荡，气氛好融洽。蔡英文脸书更写下卸任前就已跟苏院长约好要到处看看，一起改变了台湾。而苏贞昌脸书也发文谢谢蔡英文邀请，两人一前一后抛出爬山文，也让人联想着英苏结盟是否要跟赖系抗衡。尤其苏贞昌前一天才爬山，隔天又跟前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说是带苏巧慧跑行程到金山插秧，一个非常美好的约定。那我想昨天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就很单纯的老朋友互动。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也很希望看到赖总统跟小英总统一起去爬山。英苏两派系口径很一致，赖系成员则这样回应：小英总统虽然是69岁，那苏贞昌那个前行政院长77岁，能够这样健康的爬山，我想这是国人的一个期待啊。我想运动是一件好事情。派系竞合不明说，不过关起门来各派系抢发声。因2026年选举中执会上成立先期策略小组，潘孟安担任召集人，各派系都有代表。不过小组成员不见秘书长林右昌，也被解读是为了新北选举要避嫌。至于潘孟安看似不会投入高雄选战。当然，赖清德作为双少数总统，国会少数，还有这个总统当选票数少数，之前大家一直质疑他的这个民意支持度是不够，包括说党内在各派系对他的这个支持度也是不够的，所以他从去年之后我们看他用了很多手段包括司法的手段对待党内的异己，或是对待在野党司法，包括先对郑文灿下手，然后再对其他在野党下手，然后再用仇中的手段在这个台湾里面制造这种对峙的这种情绪然后现在用大罢免大罢免的这个态势一旦成的话，赖清德就制霸天下了，把所有立战功嘛，把所有的在野党的这个清扫过一遍。如果真的国会民进党再度拿下多数的话，那赖清德又再次完成这个完全的执政所以对于民进党其他的反赖的这个势力或反赖的派系来说，当然他也不乐见赖清德规划旁听那蔡英文从卸任之后，其实某一段时间大概半年左右，8个月左右，其实蔡英文的是很低调的对于国内的大小事他也没有讲话，然后甚至是我记得赖清德当选之后的第一次民进党的全代会，蔡英文甚至是没有出席的可是最近蔡英文的动作稍微多了一点，包括说登节的时候他帮这个陈其迈做了一个影片说我帮他虽然是很小的影片可是是不是力挺他之前的这个麦这个之前陈其迈也被称为这个小英男孩，然后现在又跟他以前的这个阁揆苏贞昌一起去爬山人家也认为说蔡英文某一个程度是不是又要拉起一个不要说反赖的大旗，而是跟赖清德互别苗头。因为如果大罢免完了以后，赖清德立下战功了，接下来赖清德就可以完全主导2026年地方选举的这个提名权了我们知道说高雄市的这个提名权，之前林代化的这个检调的搜索，已经为高雄市的第一波的这个县市高雄市的地方初选已经投下一个很大的变数，所以这当然大家会联想说，这是不是英苏结盟的第一步我们外人看起来也是有这样的氛围，尤其是也有人揣测说，赖清德比较主意的可能是这个民进党现在的秘书长林右昌下去跟苏巧慧去对选这个新北市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内部也不像我们外面看起来这么团结啦，只是赖清德利用大罢免想要达成2个目的，一个当然是清洗在野党的声音，第二个当然是完成民进党党内派系的这个一统江山制霸天下但我还是想回到就是刚刚前面在讲的这个台电的事情台电刚刚郭志辉提到说他为什么会亏损这么大因为冻涨，所以人民看起来很像潘妈吗？台电只要亏损，我们就要给他涨价；台电只要缺钱，就要从人民的荷包。可是台电始终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亏损之前一直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电价太低，不要忘了跟台电相对叫台水。台水31年没有涨了，台水有跟台电一样亏损成这样吗？
大家知不知道台电这4年，光这4年哦，从2023年到2026年，台电的绿能采购要花多少钱？大家知不知道？要花6300亿耶，6300亿花在跟民间采购绿能，所以也就是他一直跟政府要1000亿、2000亿、3000亿的钱，结果是不是都花给绿能？所以民间的绿能吃饱饱，然后政府不断的亏损，然后我们不断的涨价，到最后是于事无补哎，为什么？因为台电一直拿钱，可是有一个洞一直漏，一直漏，一直漏，一直漏到民间的绿能身上。所以到底洞在哪里？到底洞有多深？台电始终不告诉我们。要不然就是他们故意骗人嘛，要不然他们数学太烂。来，蓝娟。我觉得这个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你说苏小慧的事情，就他背后这个苏贞昌跟蔡英文，我觉得当然是一个英苏结盟的一个动作了哦，所以他们出来解释说，什么只是出去散散心啊，走一走啊。那赖系的人也故意好像云淡风轻的说，哎呀，看他们这个60几岁、70几岁去运动很好啊。我觉得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好笑。60、70岁有年纪很大嘛，否则你觉得他们应该是垂垂老矣，动不了了嘛？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都似乎要去淡化目前的民进党内呢，其实内斗内行，外斗也内行哦，这样子的本质了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我真的觉得哦，我不晓得大家怎么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的这些高官跟这些政治精英们，或他们到底这个他们自己怎么对待自己？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基本上来说，赖清德跟这些民进党目前还想要去争夺权位的人来说，除了权力跟利益之外，他们还在乎任何其他事情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讽刺的。你说看前段时间，有些人看不下了，陈水扁出来说话了，陈水扁出来说啊，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结果你知道吗？这个民进党内过去曾经挺他的人，竟然出来说把阿扁抓回去关起来，结果呢，阿扁就不再说话了。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然后谢长廷也曾经是这个民进党内非常尊重的一个前辈啊，对他们来说也是曾经选过总统的。他也是最近出来批评这个罢免这个罢免，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上来说就是让国家空转，基本上就是恶的循环。但是你发现只有失去权力的人才愿意说真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民进党非常让人家觉得很心痛，也觉得甚至是痛恨的一个本质。就对他们来说，你只要握有权力，或者还曾经或者未来可能可以拥有权力，他基本上就不说真话。大家就这样斗来斗去。现在你说这个苏贞昌跟蔡英文部分，这稀罕吗？前段时间其实赖清德就在斗英系啊，赖清德就在斗这个新政国会啊，就对他们来说，那派系如果要存活的话，当然必须要去这个奋力一战。但是问题是你斗来斗去，不管是你斗自己的派系，你斗国内的政党，然后呢，你到底为国家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你说像这个郭世辉，我坦白讲，我其实很少对人家那么的不屑哦。但是我觉得，你说你不是部长，你不是水电部长，而且他现在还说他不是一个会替台积电去美国画红线的部长，这是我们要的部长吗？那请问你做了干什么？你一开始，如果你不要一开始告诉大家说呢，你是一个呢愿意重新思考能源政策的，甚至基本上你是主张核能的部长，那我可能还觉得说你现在反对他，我没话说。你明明是当初你已经讲出你的理念跟你的方向，你上了台之后呢，被人家 K 了一下，你什么东西都不敢说，你太孬了。同样的，我刚刚还看到陈吉仲，我还在想，陈吉仲也是一样啊。当初这个农运出身的学者，一个学者当部长啊，大家多么尊敬他，那么多的农渔这个林木多么期待他替这些我们的农产品，替我们的畜产品能够打开一个更大的市场。结果呢，他除了权力之外，除了成为一个小英男孩之外，他做了什么事情？所有事情就只会补贴再补贴，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一模一样嘛，这个台电也是一样。所以我就说，当我们今天的政府的官员都只在做一些维护自己权利、维护自己的位置的事情的时候，拿着整个的目前，不管是说川普上台之后的国际局势，不管是呢目前看起来的两岸之间的这样的越来越紧绷的态势，这真的很像温水煮青蛙。你知道吗？有多少很多人不见得是那么关心政治人，最近真的每次看到我都觉得说，台湾到底怎么了？台湾是不是要完蛋了？为什么我们对内斗争的这么厉害，对外也斗争的这么厉害？我们真的要发生战争了吗？什么时候逃比较好？我真的觉得，当一个主政者，你拥有权力之后，你不能够真正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更大的权力，要做什么？请问你要做什么？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但这些大官呢，原来没有权力，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就舍不得放弃。休息一下再回来。
北检到底没有意愿去这个压迫或者讯问沈庆金说呢，沈庆金隔壁床的室友听到检察官跟他的机密谈话那另外呢，北检一直说我去视察他，我看他病情这样，希望他早点好我并不是侦讯他所以你们乱讲因为呢，这个被认为说在医院咬柯文哲，叫沈庆金咬柯文哲嘛那另外呢，这个北检说呢，我们是视察沈庆金，但是呢，公文这边讲的是到医院去讯问，他有发公文了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说，所以印证呢，你是假视察真逼宫嘛，并不是真的去视察那另外呢，北检说不要跟你啰嗦了，到法庭上再说了那么另外呢，沈庆金拒绝认罪，说检察官用臭的起诉我不可能给柯文哲1500万的啦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做过检察官，他说这样的话怎么能够相信司法呢？司法就有一定的程序嘛，不可以用这种步骤了，这种方法了那柯文哲也被监察院没收，这个罚了374万，然后呢5579万被没入了就是没收了了那黄珊珊说呢，你没有叫我们补报这样可以补报，如果没有什么地方错误可以补报没有补报就直接罚了。所以陈志涵说呢，这个监察院变成棒打在野党的政治打手另外呢，黄国昌也说，这个变成东厂院尚书大人。好，记忆林，我们看一下。用右手压着帽子穿红衣的是微金集团主席沈庆金，北检首度提讯金华城弊案。不过在开庭前吵得不可开交的，日前北检被指控密室审讯沈庆金，当时以到医院视察为由，但这说法与最新公文截然不同。去年10月11号，北检发给部北医院，本属检察官得否到院讯问，部北医院回函给北检，建议近距离在本院进行讯问。只有台北地检署的林俊彦检察官。只有他一个人到医院去视察，过去从来没有检察官到医院去视察的。他视察的目的明明就是要去侦讯，就是要去逼供，质疑根本就是假视察真逼供。且民众党指出，北检不止2度到医院逼沈庆金咬柯文哲，还有第3度是没公文。林俊彦检察官是偷偷跑去的，一样没有笔录。没有录影，没有录音，请问一下，中华民国的检察官可以这样子自己违法滥纪吗？痛斥检察官可以当众说谎吗？对此，北检在发新闻稿称，非于法庭外争执，模糊焦点。而在柯文哲出庭前一天，监察院也出手了，指柯文哲违反政治献金法，裁处374万元罚锾，其中认为募款演唱会售票、贩售竞选小物4067万元，故意隐匿未申报，都是属于有相当对价的正当商业行为。也依法完税。之前赖嗓小铺、小英商号，如果他们也是用贩售，也是用营利事业所得，也是用统一发票来贩售相关的商品，你们要不要查？那真宇，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检调单位，我们就想问一句，请问你可以做庭外接触吗？可以做庭外接触吗？你一开始的理由叫做视察。那不好意思，视察里面相关的条例，你应该是要将你的视察报告交给法院的。请问你交了吗？如果没有，那请问一下，你到底是在做什么？这不就是逼供吗？不就是到你们的保外就医的空间，然后去审问吗？那我想要问的是现在整个检调单位，包含到整个北检。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真的让台湾人对于所谓的司法正义蒙上了一层非常大的阴影啊！那包含到说了，你们可以包含监察院，你们可以扩权裁罚到这样的境界，包含到为什么大动作让人家不禁的直接联想，今天柯文哲开庭前一天，监察院没入你们5000多万，请问？你们，我不好意思我想要直接的来去联想说，你没入的这个金额是要拿来做大罢免吗？当然我知道你们不可能去这样移动，但是你们这样子的作为，不就是让所有台湾人民失信于整个的司法机构吗？那现阶段呢，我还是必须说，民众党的态度有问题，我们就是面对。该去面对的问题，我们不会逃避。但是如果今天你是用罗织入罪的方式，用押人取供，同时间还是要逼问，去让相关的人员来去咬柯文哲，这个时候大家要小心啊！
今日柯文哲，明日任何人，真的不是乱说啊。刚曾宇提到的，就是说庭外接触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件大事情。那他不是单纯的出来喊说有没有被扭曲，有没有被他们就是检察官对于一个被告的保外就医这么的关心到医院去探视，本人没听过。就是会好到这样的地步，何况这个案子还在走，连一审都还没有。那检察官的权力呢非常非常大。换句话说，严格讲，现在这个案子，他去看沈晶晶以及所传达出来讯息，只会给社会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口可以咬死柯文哲的任何的证据，还是在呢所谓的非法的政治现金。或者呢，在那种的图利的边缘在打转，那这种私下去接触一个重要的被告，同时呢，关乎呢柯文哲这个最主要的被告的非常关键性的人，俨然呢就是在任何人在解读这个动作的时候，仿佛都是在劝沈晶晶呢转成一个污点证人一样，你就出来讲了之后呢，甚至底下会不会有暗盘？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这种的庭外的接触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入人于罪，然后呢，跟了特定的被告形成了某种司法的默契。我可以呢放了你一马，但是你要帮我咬死谁？这个是在所有的现代司法当中最害怕的部分。常常用这种手段了，常常又用这样的手段，你帮我咬死谁，我就放你一马。这种的行乎我们之间的默契，最后呢，我把你当作是个污点证人。检察官呢要对你求什么刑，对法官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沈晶晶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身体已经很差了，到现在呢看起来还一把硬骨头的坚持没有。可是我们今天不管结果如何，而是这个动作本身是非常有问题的。好，刚刚呢在前面讲到的，就是说呢，说苏贞昌呢和蔡英文两个人去爬山，严格讲爬山运动是好事情。可是我是很佩服苏贞昌，苏贞昌是民进党的台面的政治人物里面，除了在过去呢，从2008年之后，我今天节目到2008年之后，苏贞昌参与的选举呢，没有一次赢过的。不管是选总统、选主席、选市长、选新北、台北上都没有赢过，但是到现在为止，跟他同一代的，现在呢还在政治当中实力的只有他一个。两个人去爬山，无非呢就只是为女儿呢选新北市长呢要努力一下，就是政治到现在为止，因为苏巧慧本身在新北市，在政治魅力跟政治影响力呢，显然是没有办法呢相提并论。苏贞昌呢，作为一个苏系的以苏为名的派系，要选新北市派系，单纯的一个小派系要选上个新北市长，难度是很高的，所以呢，一定要寻找到足够的结盟对象。蔡英文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呢，之所以比较销声匿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现在在当权的是他过去的副手，他们是同一党的。如果不同党的，我相信呢，蔡英文的动作会很多。可是因为是同党的，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可是呢，苏贞昌跟蔡英文呢去爬山，起码告诉你，民进党大部分对于权力欲望非常强烈的人，现在在想的都已经是2026跟2028了。其实这件事情你知道暴露出来司法里面有多么黑暗。我们一直在说司法有没有干预这个政治这件事情刚才就讲。这个检察官可以跑到医院去，没有录音，没有录影，然后他就是要让这个沈庆金去咬出这个柯文哲。那事后被发现了，北检还可以公然说谎，他说我们不是去侦讯啊，只是去就是探视他，结果被整个的公文打脸，他们就是发函到医院去侦讯。我觉得已经到这个地步，我不晓得人民难道不会觉得愤怒吗？今天柯文哲会受到这样待遇，代表台湾任何一个人，不要说政治人物，任何的一个企业界，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受到这样的待遇。而当司法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身处其外，没有人能够就是离开这样的一个干预。对不起，我再讲一下，尤其现在我们以前在讲说，一般的这个民主国家。
去搜索政党、去搜索媒体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今天竟然对台南市的市党部下手，我觉得他们完全无所忌惮。对，其实刚刚洪薇姐说的，当我看到这个今天又去台南市党部搜索，而且是因为一个这么小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害怕，真的很害怕哈。为什么？原本司法检调让我们人民是一种仰赖依靠，就是我遇到坏人的时候，我第一个时间想到司法检调是可以给我们依靠，给我们公义。可是我们现在想到司法检调就是好可怕哦，他是政府的打手，他是民进党的打手，民进党要谁死，要他整谁，他就去打谁啊，指谁打谁。这个司法检调已经变成一种工具，一种刀了。那这台湾变成什么？我们还可以相信什么？对啊，它事实上看起来就是一个整肃政敌的一个工具嘛，针对柯文哲也好，针对可能在台南可能是谢龙介，因为他就是一个党部的主委也好，而且觉得很荒谬的是